爹娘死后，我靠卖豆腐攒了笔盘缠，去寻早年被卖到侯府做妾的阿姐。带我到了地方，才知道所谓的侯府根本不存在。可我的头上还扎着阿姐随信寄来的红头绳，而每年一封的家书上写满了她在侯府过的富贵安乐，叫我不要来寻她。我10岁时，阿姐被我爹卖去了锦昌侯府做妾，这门亲事是我爹跟媒人一拍脑门就定下的。我们只知道锦昌侯府在千里之外的富州，阿姐被许给了侯府的庶子，给了爹爹10两银子，无人知晓爹爹是如何搭上的侯府的船。爹爹倒是侯府的人看中了阿姐的美貌，还叫我们不要声张，莫被左邻右里知晓了，胡乱攀扯亲戚，给阿姐添堵。阿姐仅长我3岁，走时不哭不闹，冲爹娘磕了3个响头，坐上马车离了家，我哭得撕心裂肺，追出去数里，只知马车没了踪影，方抽抽噎噎的回了家。娘亲也倚着墙角暗暗垂泪，唯独我爹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用卖阿姐的银子买了酒，一杯黄汤下了肚，反骂起了思女心切的娘亲。哭个屁！他去过好日子了，还一天就能赚银子。他能被侯府相中做妾，是他8辈子积攒的造化。他过去就是锦衣玉食，跟咱们这群下里巴人相比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说完，他狠狠拧着我的脸蛋，眼里满是金光，笑得牙货子都要呲了出来。幸好你们这堆丫头生了副好皮子，不然真要成了赔钱货，砸在老子手里了。就这般，阿姐一走，6年没有归家。头2年的时候音讯全无，我娘靠卖豆腐撑起家用，带着我敲着梆子走街串巷，一边卖豆腐，一边打听着锦昌侯府的消息，却如石沉大海。那些时日，梆子声声尽是盼儿归。好在第3年进年关的时候，阿姐托人捎了封信，随信附了根长长的红头绳，信很短，说是她在侯府样样都好，就是规矩多，不用挂念她，更不要来找她，免得侯爷不喜。我娘如获至宝的把信贴心口揣好，再将那头绳剪开，长的一半为我梳发，剩下的一小节则缠在了她的手腕上。我爹则追出去揪着那送信人问了许久，得知阿姐没寄来半分银子，气恼的摔了碗，还打了娘一顿。那时我娘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，村里的神婆说她这胎估摸是个儿子，所以我爹只打了几下就歇了手。她这胎若又生了个丫头片子，就扔到尿盆里溺死。娘一如既往的忍着，一遍遍告诉我，阿姐去高门大户做妾室不容易，我们不能给她添麻烦，叫侯府的人看不起阿姐。我沉默的点点头，夜里躺在床上左右睡不着，幻想着阿姐能得了她家夫君的偏宠，再生下几个大胖小子，风风光光的把我和娘接到富州去。可是次年开春，我娘难产死了，腥臭的血堆满了土炕，又躺在地上，蜿蜒如小溪一路流到门槛。家里的银子早就被爹花光了，娘死后没有棺材，被她用草席子一卷扛上山，挖了坑埋了，埋完不忘啐上一口，骂我娘不中用。那时我就在想，我的阿姐最好不要生孩子了，我也不想去富州过好日子了，指望她能平平安安的过完这辈子。娘死后，爹依旧终日酗酒，混迹赌坊，坐吃山空，本就不多的家产被他败得精光，连棉被都被当了。终于我爹打起了我的主意，他打算把我许给赌坊老板的痴傻儿子换些银子，我不从，他用烧火棍打得我头破血流，捆着我去相看。可途经石桥时，他一个不慎滑落水中死了。我成了孤女，日子反而轻松了许多。我学着我娘的样子，扎起头巾，敲着梆子，一块块豆腐的卖，一枚枚铜板滴攒。阿姐仍在，临年关时会托人送信来，我抓着那送信的大哥问阿姐过得可好，他含含糊糊只说阿姐挺好，别去打扰他。被我问得烦了，才告诉我阿姐在富州有利城。我每天晚上都会数一遍藏在灶眼里的铜钱，抱着柴刀入睡，想着等攒够了钱，我就去阿姐那里卖豆腐，隔3差5能看阿姐一眼就好。我只是穷，不是不3不4的人，更不想打侯府的秋风，我能靠卖豆腐过活。可是没等我攒够钱，战事起了，北方的蛮夷破了边关，战火很快便烧到了我的家乡，村里的乡亲们皆拖家带口的逃命，我也跟着逃难的队伍一路向东。路上我遇到了一支途经富州的商队，商队的大当家叫许阳兰，是位女扮男装的奇女子，她古道热肠，怜我不易，愿意将我捎去富州。可她也告诉我，出入富州多年，从未听说的有什么锦昌侯。我愕然不死心地说，许是我爹记错了，大阿姐定在富州无误。我还扎着她寄给我的红头绳呢。我就这般到了富州的永历城，许当家告诉我，蛮夷来势汹汹，皇帝见势不妙，已然带着宫妃南下了，这里怕是也不安全，叫我万家小心。我谢别了他，站在熙熙攘攘的陌生街头，打听起了锦昌侯府。然而当地的百姓无人听说过锦昌侯，更没听过阿姐的大名林云烟。我如坠冰窖，不祥之感爬上心头。天色渐晚，我仍在一条一条街区的寻找着阿姐，结果遇上几个泼皮无赖，他们浑身的酒臭味，堵在巷口不让我走，满嘴的污言秽语，喊着七月姑娘一起玩呀！我惊慌失措的喊着，你们认错人了。他们却上手扯下了我的头巾，我用梆子砸在一人的头上，拔腿就跑。我命好，偏巧遇到一队巡逻官兵路过，忙跪在他们面前磕头求助。那群混混见状一哄而散，我谢过诸位官兵，不死心的又问他们听没听说过锦昌侯府和林云烟。官兵们不耐烦的摆摆手轰我走，唯有一名小兵看模样与我年岁相仿，打着灯笼对着我的脸照了照，神色微变，低声对我说，我晓得一位姑娘，面容与你有5分相似。我与我阿姐长得很像，只不过我的眼睛小些。听闻此话，哀大喜过望，忙跟在她身后，与她走了许久，进了一弯弯曲曲的窄巷，巷子越走越黑，我害怕极了，大着胆子问她，敢问兵爷贵姓？她步伐微微一顿，回了句，我叫顾言。我弄弄应着，随手捡了块砖头藏在身后，但没过多久，前头突然出现了一处破旧的民宅，大门上贴着的门神像都褪了色，显然不是什么富贵人家。我止住脚步，说什么都不敢上前了。我阿姐是去侯府做贵妾。顾言回过头来，眼底
翻滚着怜悯。福州根本就没有什么侯府，倒是翠红楼的前头排七月姑娘曾告诉我，家主子她姓林。他顿了顿，又说道：“我家主子给七月姑娘赎了身，暂时养在这里了。你且去看看，也许是我猜错了呢。”我迟疑的走上前，扣响了门扉，但里面静静悄悄，无人回应。我趴在门上往里看，透过门缝隐约瞧见屋里的烛光闪了闪，又的灭了，不禁愣住。顾言见状，抬高声音喊了句：“李姑娘，我是顾言，将军的人。”话音刚落，里面顿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以及桌椅碰倒在地的门响。不等我回过神来，大门已经被推开，一女子披着单薄的外衫，急声问道：“可是将军来信？”她与我撞了个满怀，顿时怔住了。月光下，她虽披头散发，衣衫不整，仍是面容姣好，眉眼温柔。与我对视了良久，突然双腿一软，靠在了门上。我哑着嗓子哭着喊她：“阿姐！”却面色铁青，定定地看着我，又望了望顾言，忽然攥紧拳头，跺脚喊道：“我不认识你！”然后一把将我推了出去，想关上大门。我赶忙抱住她的腰，连声求她：“阿姐，别不要我！娘死了，爹也死了，我只有你了！”她捶打着我的双臂，又求救似的看向顾言。顾言则比她还无措，搓着手耷拉着脑袋，小声说：“对不住。”竟然扭头跑了。我不敢撒手，我怕我一松开，阿姐又不见了。阿姐打了我许久，一点都不疼，最后一屁股坐在地上与我抱头痛哭，哭声回荡在寂寥的巷子中，悠悠荡荡的萦绕上夜空。我摸着阿姐瘦削的后脊，心都要碎了，满心只想着我来了，我要同阿姐一起活下去。屋中的陈设称得上简陋，但被阿姐收拾得很干净，一张床，一张桌，两把椅子，还有一个柜门合不上的衣橱，被擦拭得一尘不染。我坐在桌旁，阿姐点了油灯，一时相顾无言。最终阿姐主动开口说道：“我来到富州才知晓，那所谓的媒人是个人牙子，世上也没有锦昌侯府，人牙子叫刘阿四，家里有个独苗苗儿子叫刘锦昌，便随口编了个锦昌侯府出来，欺负我们这群穷乡僻壤的庄户人。没见识。”刘阿四跟翠红楼的妈妈是相好，平日里没少干拐骗妇女的勾当。阿姐被拐到富州后，直接被送进了翠红楼。妈妈见阿姐生得貌美，大喜过望，还给了刘阿四50两银子。阿姐初入青楼时，哭过闹过也逃过，被捉回来，用银针钉入食指的指甲缝里，再剥光衣服倒挂在梁上，饿了3天3夜，只剩一口气的时候，灌了些米汤继续吊着。见阿姐还是不松口接客，妈妈便将她五花大绑，叫一群富家公子哥搓磨了她一夜。而她在隔壁听着阿姐的惨叫，兴奋地数白花花的银子。姐说起这些往事，语气平静，眼神麻木地盯着油灯里摇曳的火苗，总想着得回家再看一眼娘亲和你。我只顾着流泪，一句话都说不出。良久，听她轻声问：“爹也死了，怎么死的？”抹了把眼泪，压低声音答道：“那天夜里，爹捆着我去赌坊老板家，路过石桥的时候，踩着青苔脚滑掉了下去。刚下了2天的雨，河流又深又急，几乎没过了桥面。爹的水性还不错，没多时就扑棱着浮了上来，双手扒着石桥边缘想往上爬，他又掉了下去，呛了几口水，拼了老命再次抓住石桥边，大声咒骂。可我此时已经把绳子挣开了，我的手里藏了个瓷碗的碎片，一路上一直在偷偷割绳子，本打算跑进山里躲起来的，没成想出了这么一遭意外。爹早就被酒色掏空了身子，像只悬在吊钩上的蛤蟆，不停蹬着腿，怎么都撑不上来。我搬起了一旁的石头举过了头顶，他顿时惊恐地哭喊了出来。终于在我砸到第7下，他松开手，咕咚坠进了水里，被湍急的水流冲向了下游。我顺流而下，站在岸边，看着他面朝下被卡在乱石堆里，身子被水流冲得一摆一摆，犹如一条搁浅的烂鱼。阿姐听完后怔愣了半晌，中苦笑道：“死得好。”爹确实死得很好，他的尸首在翌日晌午才被好心的村民用渔网捞上来。所有人都觉得他是醉酒失足落水，至于头上的伤，自然是河里的碎石撞的。无人能猜到老实巴交的我手刃了自己的亲生父亲。我掀起衣服，解下藏在腰带里的钱串子。阿姐，我攒了一笔钱，我们走吧，离开这里。阿姐却摇了摇头，我要等将军归来。阿姐告诉我，去年秋天他被镇北将军陆庆赎了身，将军说了待战事一了要把他娶回家，所以他哪都不去，就在这等将军凯旋。他讲这些话时，脸上竟是小女子的羞赧，双眸被烛火映得微亮。我哑口无言，待阿姐铺好被褥与我一起躺在榻上，方忍不住问她：“阿姐，那将军若真是良人，怎会出入青楼？他若真想娶你，早早将你送回老家不是更好？”阿姐急声辩解着：“是将军刚打到富州，翠红楼的妈妈把我们送去了兵营，想讨好他，被将军厉声拒绝了。”她顿住，赌气地向外挪了挪，翻了个身。总之我家将军好着呢，莫要说他坏话。我只得向他身边凑去。好，阿姐，我不说便是了，只是咱们女人得为自己打算，救命之恩未必非要以身相许，咱们还他银子，给他当奴婢都行，就是别当外室使。我们村里有一个给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做外室的，女子过着见不得人的日子，时常守着村口的大柳树等他的情郎，结果怀了2胎，都被那公子哥哄着给落了。末了年老色衰，当家主母随随便便处置了。阿姐已经很苦了，我不想她更苦。阿姐背对着我，良久轻叹一声：“我何尝不知，他说娶我不过玩笑话，他家世代簪缨，怎可能叫一昌寄过门？可他救我出龙潭虎穴，我心悦他，我愿意等他。”我说不出话来，莫搂住了她，眷恋地嗅着她的发香。阿姐拍了拍我的胳膊：“别靠那么近，身上脏。”我却贴得更紧了，猫仔似的往她背上蹭蹭。阿姐香香的，我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讲给阿姐听，可我太累了，皮颤颤的吧嗒合上，夹碎了一颗泪珠子。我睡到半路被梦魇住了，隐隐记得自己一会儿揪着阿姐的衣襟喊她别走，一会儿又喊娘亲别丢下我，出了一身的冷汗。待我彻底惊醒，已然天光大亮。阿姐面朝着我，碎发遮住面颊，手无意识地摩挲着我的后背。我幼时总是夜惊，每每吵醒我爹，免不了一场毒打。阿姐就把我抱在怀里，
程素盯着我，见我又惊着了，就轻轻抚摸我的后背，喂我喝点热水，哄我入睡。我下意识的用指肚蹭了下他湿漉漉的眼角，想着有阿姐在，就什么都不怕。但阿姐这里住了下来，蛮夷似乎没打算继续东行，转而去追南下的皇帝了。眼下哪都不安生，而福州起码有驻军守着，我俩一对弱女子，还是别乱走的好。将军给阿姐留下了点银子，纵使阿姐省吃俭用，也快见了底。而这一仗也不知啥时候是个头，这么做吃山空可不行。我跟阿姐商量，想把豆腐摊再支起来，她面上闪过一丝犹豫，还是把银子都拿了出来。先前我也置办过石碾和模子，是现成的，只是她顿住，强挤出一抹苦笑来。姐没用，终是过不去心里这道坎。我忙郑重其事的拍拍胸脯，没事的，阿姐，有我呢，你瞧好吧。阿姐的小院开始终日飘起豆香，她不敢出门，怕被人认出来，留在家中跟我一起做豆腐，脸上又漾开了熟悉的笑容。阿娘传下的做豆腐的手艺自然是最好，我的豆腐从来不剩，每日敲着梆子走过一条条街道，百姓们端着碗围上来，等我盛上厚厚一大块豆腐，皆赞不绝口。渐渐的，调皮的孩童也开始喊我豆腐西施，令我恍惚间想起了娘亲，止不住多给他们盛了些。我回家时，阿姐总守在门内等着，她说从巷口到这儿，梆子声刚刚好70下。我笑嘻嘻的踏入屋，打篮子里取出一块糕点，这是城里最贵的糕点，和顺斋的红枣核桃糕，我只舍得买一块。阿姐嗔怪这么贵，不如多买些磨齿。我可怜巴巴的冲她撒娇，我嘴馋吗？她便哼了一声，揭开锅给我看，里面香喷喷的炖菜。知道你嘴馋，特意放了一勺子荤油。我抱着饭碗大快朵颐，吃饱喝足，跟她就着白水吃核桃糕在甜甜缝。一块巴掌大的糕点被她切成4小块，她吃了一块就说腻了，盯着我全吃完才作罢，笑着说：“你跟娘一样，都爱吃这种甜晶晶的东西。”转而她又落了泪，颤声问我：“娘走时痛不痛？”娘亲死时很痛，我帮不上什么，只能让她攥着我的胳膊。她疼的将我的胳膊掐出了红印，起先还有力气叫喊，直至血崩了。她只能半张着嘴，发出一道道气声，无意识地喊着：“云啊云，娘想你。”婉婉，我的儿苦了你了。她到死都惦记着远嫁的大女儿和孤苦无依的二女儿，最后也没合上眼。这些话我自然不敢跟阿姐说，只能骗她说娘走得急，临了嘱咐我要跟你好好活着。阿姐抹了眼泪，又吃了一口豆腐，哽咽着说：“活着，活着吧，活着世道多艰，可还是得活。”我天不亮就得去卖豆腐，夜里却仍忍不住缠着阿姐，让她讲跟将军的那档子事。我从字里行间看他究竟是怎样的男子。他说镇北将军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蛮夷破了关，皇帝爷都被吓跑了，但将军他不放弃，蛮夷打得有来有回，还收复了一座城池。他还说将军生得高大孔武，但是个会疼人的，出保姆让他们伺候将军，将军不悦，把他们都撵了出去，唯独他赖着不走，说是给将军补衣衫也好，若这般无功而返，会被保姆作践，将军默许了。阿姐给将军补了一夜的衣服，将军坐在一边，不时抬头看他2眼。等天亮了，阿姐起身告辞，将军终于问了句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双手托腮静静听着，发觉阿姐跟将军的相知相识跟戏文似的，不禁啧啧称奇。末了，阿姐问我：“婉婉，你说将军他会不会真的要娶我啊？”我咂巴着嘴回味核桃糕的滋味，心不在焉地说：“阿姐，他娶不娶有什么所谓？横竖我会卖豆腐养你。”她气鼓鼓地戳我的脑门：“豆腐，爹娘都死绝了，生了个窑子出来的姐姐，以后谁敢娶你？怕甚的，我会做豆腐。”阿姐气了个仰倒，打衣柜最里头摸出个红布包包，小声说：“我攒了点首饰，给你留作嫁妆。等你遇见了知心人，就说家里死绝了，千万别提起我了。”不想接那红布包，一个熊扑把她压倒在炕上，耍起无赖，婉婉不嫁人，我就要黏着阿姐。将军若是娶了你，我就在他家门前支个豆腐摊，天天听墙角。阿姐推不开我，在我的屁股蛋上狠狠拍了一巴掌。与阿姐又胡闹了一番，打算洗漱铺床，无意中瞥见窗外有一道黑影一闪而过，我吓了一跳，忙把藏在枕头下的柴刀捞了出来。阿姐则惊慌失措地抵住了屋门，冲我频频摇头。我趴在窗户边上，透过缝隙看向院中，赫然瞧见有一男子踩着院中的柴火垛翻过了土墙。那男子又矮又瘦，穿了个灰布衫，骑在墙头试探了半天，刚要跳，我突然推开窗户大喝一声：“抓贼呀！”男子顿时咕咚一声摔出了院子，哀嚎声响彻夜空，惹得邻家狗吠鸡叫震天。我本想窜出窗户，被阿姐一把揪了回来，关好窗，惊魂未定的死死搂着我。许久后，院子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，阿姐松开手，大口喘着粗气，脸色煞白，哆嗦的不成样子，握着我的手语无伦次地说：“他是刘阿四，他是刘阿四，绝对是他，我看清了。”这一夜阿姐没敢睡，裹着被子蹲在炕上瑟瑟发抖，而我在院子里磨了一宿的柴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照常上街卖豆腐，特意揣了几个饼子分给了街口的小叫花子们，打听起刘阿四来。大多数小叫花子一哄而散，唯独一个叫东子的小男孩认认真真的告诉我，最近刘阿四逢赌必输，把家产败得差不多了。不成想他那宝贝儿子得了重病，他急着搞钱给儿子续命，只得频繁出入当铺。我顿感真是天理昭昭，报应不爽，多给了东子一块饼。我盯了3天，刘阿四经常出入当铺玩的药铺，而他家在城南，他从当铺回家会经过一条很长的巷子，巷子两侧只有2户人家，白日里不在家中。我看过刘阿四的家，说是把能当的都当了，那深宅大院阔气得很，一砖一瓦竟是无辜女子的血泪。如今他又盯上了阿姐，亦或是我也想杀他，我一定要杀他。这个念头在我的脑袋里不断叫嚣着。终于我自认为时机成熟，跟在刘阿四身后尾随其进了巷子。我跟了许久，眼见的巷子越来越窄，刘阿四似是察觉到了什么，骤然回头望来，我闪身躲至墙后，结果等我再探头出来，刘阿四已经消失了。我连忙追上前去，东张西望了半天，突听的巷口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迅速逼近，我惊慌的掉头就跑，哪知刚跑没几步就被一只手猛地扯进了旁边的院子里。我
被捂住了嘴，拼命挣扎着举起了柴刀。那人忙扼住我的手腕，急声道：“是我。”我这才看清他是顾言，警觉地质问道：“你做什么？”顾言示意我收声，贴着院门听了听，等脚步声远去，方皱着眉头说：“我还要问你呢，你要杀刘阿四？”我自然不能忍，握着柴刀理直气壮地反驳：“没有啊，怎么我出门不能带刀吗？”顾言抿了抿唇，我劝你别惹祸上身。刘阿四的表兄可是县太爷。我红了眼眶，带着哭腔反问道：“那又如何？他害了这么多女子，不该死吗？”顾言慌张地连连摆手：“他当然该死，我是怕你吃亏。你一个弱女子怎么跟地头蛇斗啊？你知道他养了多少打手吗？”我没心思听他说话，抹了把眼泪，绕过他夺门而出，一路小跑回了家。我进门就窜进了阿姐的怀里。阿姐慌忙问：“婉婉，谁欺负你了？姐跟他拼命去。”他不说话还好，一说话我哇的哭了起来。哭着哭着，发现桌上有新出锅的馍，拿了一个，啃一口接着哭。我不甘心极了，我要是会武功的侠女就好了。飞檐走壁，以1对1刀砍了刘阿四的狗头。可我只是个卖豆腐的，平日里只会切个软乎乎的豆腐，今早还不小心给一大爷切多了，也没好意思收回来。我就这么揣着愤恨，夜夜磨柴刀，把刀刃磨得锃光瓦亮。结果磨到了第7天夜里，院墙外又有了动静。我举着刀噌地站了起来，阿姐则抄着剪刀冲出屋门，与我并肩站地。我俩就这么刀尖对着院墙，眼看着一道黑影翻上墙头，双双举起刀来，哪知来人竟是顾言，骑在墙头上与我俩大眼瞪小眼的一瞬，扔下一个包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记得烧了。”说罢跳下墙头扬长而去。我正愣望着那部包裹，与阿姐面面相面，大着胆子拆开了包裹。惨惨的月光下，里面赫然是一件灰色的褂子。我用刀把褂子挑了起来，发觉上面沾满了血迹，正愣着神，就听阿姐颤颤巍巍地说：“这是刘阿四的衣服。”我恍然大悟，手一抖，衣服滑落在地。当晚我们按照顾言的嘱咐把衣服烧了，火光中的衣服被烧成了一捧灰，也照红了阿姐的眼睛。第二天清晨，刘阿四的死讯便传遍了整个永历城。道是他出城给儿子寻郎中，不成想被山匪劫了道，脑袋被砍了个烂，值钱物件也被抢了个精光。街坊们皆拍手称快，说他是恶人，自有恶人磨。而这兵荒马乱的，突然窜出来只山匪也说得通，只有我知道是顾言干的。我心有怯怯，不知他为何这么好心为阿姐报仇，更不知该怎么报答他。于是我改为蹲顾言，一连蹲了好几天，终于蹲到他跟一帮兄弟勾肩搭背的打酒楼里出来。我一个箭步站至他面前，然后把想说的话忘了个精光，傻子似的张了张嘴，憋出一句：“顾大哥。”顾言的兄弟们顿时起了吼：“哟，这是谁家的小娘子，让你小子给骗到手了？”顾言红着脸辩驳道：“滚滚滚，这是我老家的一个妹子。”他眼神示意我去别处说话，我忙不迭地跟着他往后巷跑。身后又是一阵起哄声，我俩找了个僻静地方，我低着头拧衣襟，他挠着头左顾右盼了半天，小声问：“找我干啥？”我怯生生地抬起眼来：“谢谢你。”他轻咳一声：“你不用谢我，我得了将军的命令，要好好照顾你家阿姐。将军是走得急，不然那家伙……”他没有继续说下去，又往巷子外看了看，确信无人在偷听后，略带拘谨地说：“你放心，我跟我的兄弟们嘴严着呢，好好跟你阿姐过日子。我先回营里了。”顾言一溜烟跑了，我望着他的背影渐渐汇入人群，抬手摸了摸滚烫的面颊，仁得知恩图报。我总想着为顾言和他弟兄们做点什么。我开始天天守在顾言出没的地方，给他送饼子送豆腐，并让他把破了的衣衫给我去补。起先顾言还要跟我客套一番，时日已久，他主动找上门来，心虚的大笑着把穿出破洞的布鞋递给我，那臭烘烘的鞋子好悬，没把我熏晕过去。他没有袜子，光着脚戳在我面前，黑溜溜的脚趾头在地上勾了勾，似是想挖个洞钻进去。我捏着布鞋憋了一口气，强挤出一抹笑来：“顾大哥，这鞋要不别要了吧？”他扭捏的如同黄花大闺女，细声细气地说：“我就这一双鞋。”我叹息一声，认命的将他迎进院里，先给了他一双草鞋穿，然后打了盆水，想着把布鞋洗干净再说。他乖乖地坐在小板凳上望着我，脏兮兮的面颊上挂着抹好奇。阿姐则缩在屋中，趴在窗户上对我俩虎视眈眈，仿佛只要顾言再离我近点，他能窜出来咬人。那布鞋刚一沾水就淌了黄浆，我有点下不去手，总觉得这鞋洗完我再也不配做豆腐了。我又不想让他察觉到我的嫌弃，只能没话找话的问：“顾大哥，你多大岁数？”顾言挠挠头：“我19，你呢？”我随口答着：“我16。”你老家哪的？他局促的嘿嘿憨笑着：“崇州店淮村，挺多年前发了场大水，把村子冲没了，朝廷也不管，我爹娘都死了，我要了3年饭，命好碰上将军了。顾言给将军喂了2年的马，年岁大了便跟着将军上阵杀，也没混上啥一官半职，但好在能吃饱饭了。而跟顾言一样被将军亲自捡回来的乞儿共有9个，所以他私下里一直喊将军主子，觉得自己算是将军捡回去的家。将军则喊他9弟，他俩各论各的。我好奇地问道：“那大将军多大年岁啊？”顾言掰着手指头算了算，明年就38了，顿时瘪了嘴，心道这将军长我阿姐18岁，老牛吃嫩草啊。顾言察觉出我的不满，忙替他家将军找补：“我们将军生的一表人才，你阿姐不吃亏。”真的？我一脸怀疑地问：“跟你一样好看吗？”顾言的眉眼生的秀气，若不是脸上能产下2两灰，倒像是个俊雅的小少爷。他愣住，脸腾得红成了石榴，慌里慌张地站起，说了句：“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”说着，他拉着草鞋逃也似的离去。我怔然地看了看还泡在盆里的布鞋，心想难不成我说错话了？顾言的布鞋已经烂得不成样子，我着实补不好，只能央着阿姐做了双新的。阿姐缝鞋的时候频频抬头看我，欲言又止，秀眉拧成了疙瘩。待新鞋做好，终于忍不住问我：“你欢喜他？”我正准备去卖豆腐，被他惊得梆子落地，砸了脚趾头，龇牙咧嘴地辩驳道：“哪有我就是觉得欠他份大人情。”阿姐却自顾自地嘟囔起来：“顾言吧，瞅着还行，但是我得再打听打
听。我说话都结巴了。阿姐，我土，我没打算嫁人。阿姐压根听不进去我的话，又拔出那红布包，数攒了多少钱，见我贴墙边想溜，随手捏了个豆子，隔着8丈远，准确无误地扔到了我的脑门上。没说完话呢，皮猴似的。算了，早点回来。我暗暗腹诽着阿姐怎么扔得这么准，把新做好的布鞋往怀里一揣，推着车上了街。卖完豆腐，我照常去蹲顾言，结果顾言还没蹲到，突然瞧见街头一群小叫花子正在打架，而之前给我指路的东子被他们按在地上胖揍。我跑上前去拉开他们，呵斥道：“都是苦命的，打他作甚？”1年岁较大的小叫花子满不在乎地嚷道：“谁让他是条阉狗？我们瞧着他就来气。”说完，这群孩子一哄而散，留下东子躺在地上，捂着脑袋低声抽泣，身下还有一滩尿渍。我把东子扶了起来，他被打得鼻青脸肿，窘迫地捂着被尿湿的裤子，泪汪汪地看着我，手里攥着半块硬饼子。我只得把他带回了家，想让他把衣服脱了我给洗洗，他却惶恐地死死攥着裤腰，小脸煞白。阿姐打屋里走了出来，迟疑地看了东子一眼，与我小声说：“你进去吧，我给他洗。”我也不知阿姐跟东子说了些什么。待我做好了饭，东子已经洗完了澡，坐在小板凳上，让阿姐给他擦头发，大眼睛滴溜溜地转悠，不时偷偷瞥他一眼。晚上我们仨一起吃了顿热乎饭，东子低着头不断扒饭，一口菜不敢碰，我便直接给他夹到碗里，说了句不够还有。哪知他突然哭了起来，一边吸溜着鼻涕，一边就着眼泪，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。当晚他睡在了炕尾，小小一团蜷缩在墙角里，脸上还挂着泪痕。阿姐坐在旁边给他摇了会蒲扇，等他睡熟了，冲我使了个眼色。我俩走到院里，他突然轻声说：“我想养他。”他继续道：“我被灌了红花，这辈子不会有孩子了。东子跟我一样都是残缺的，不如我俩搭个伴。”就这样，我跟阿姐的小家里多了个弟弟。东子今年8岁了，洗干净小脸，是个唇红齿白的漂亮孩子。他懂事得很，主动帮我磨豆子，帮阿姐洗衣服扫地，与我相熟了，主动说出了自己的秘密。他跟我一样，娘死得早，家里算上他7、8个孩子，他爹养不起，便动起了歪心思。他们村里有位三爷爷，是个老太监，听说伺候过好几位娘娘，岁数大了出了宫，靠着这些年攒下的赏赐，置办了大宅子。有一天，东子爹喝多了，看着家里嗷嗷待哺的娃娃们，越看越烦，突然觉得当太监挺好，还能吃上皇粮。于是他昏了头，抓住年岁最小的东子，把他按在桌子上，扒下他的裤子，拿了菜刀喷口酒，一刀砍了下去。东子命大，惨叫声引来了邻家婶子，将他及时送去了郎中那，勉强保住了小命。他爹仍不思悔改，觉得是给儿子谋了条好出路。等他止了血，拉着他去找三爷爷，想让这位老太监给东子举荐进宫里去。哪知那三爷笑得前仰后合，笑完捂着鼻子嫌弃地说：“真是个蠢货，皇宫哪是说进就进的？可怜你这小子被亲爹当猪羔子给背了，以后能不能活还不一定呢。”晦气！东子爹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一刀下去，没给儿子带来富贵命，反断了子孙根。东子的伤久久不愈，他爹为了甩掉他这累赘，把他扔在了深山老林里。可他到底活了下来，没敢回家，下了山一路走，不停地走，最终跟着刘明来到了这里。我轻轻抱了抱他，心里想摊上这世道，苦的不单是女人或男人，而是穷人。我会卖豆腐，阿姐会织布，我俩合起伙来养个孩子，不过多双碗筷的事。等我攒够了银子，就盘个铺子，一点点挣银子，说不定我也能成为大掌柜。这日子好像越来越有盼头了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一天傍晚，顾言突然叩开了我家院门，把一袋子面往院里一扔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侯姐滚动了半天，问婉婉还有豆腐吗？我茫然地回道：早没了。咋了？他笑得牵强。我要走了，打蛮子去。这一走，不知猴年马月能回来，就是有点想你这口豆腐。我慌了神，磕磕巴巴地说：我没多做。他连连摆手：没事没事，我这就走了。婉婉，你……他顿住，从怀里摸出根银簪递给我。我只买得起这个，用来抵那双新鞋子。我怔怔地接了那簪子，那簪子上雕了个小花，漂亮的紧。我的一颗心忽然没缘由地提了起来，不由得拉住了他的袖子。顾言，你得回来呀！他点点头，又与我对视了一阵，笑容大了些。婉婉，等我回来征了军功，给你打一整套首饰。顾言当天深夜跟着军队离了城，我送了许久，他没回头，我也不敢唤他，就这么贴着街边一路跟到城门。他混在人群中，穿着破旧的布甲，就是个平平无奇的小兵，可我一眼就能认出他的背影来，总觉着他又与别人有些不一样。我看了看，直至他们彻底融入了夜色，变成了一排微不足道的黑点。夜风吹过，吹乱了我的心，也吹散了马蹄声。城中百姓皆言战场凶险，又说哪家哪户5个儿子一起上战场，只回来了半个，那小子双腿都没了，只能带着老娘去要饭。前不久让马车给撞死了，造孽！我听得心惊肉跳，回家关起门来数数银子，想着若是顾言残了傻了，朝廷不管他，我管。阿姐见我魂不守舍，安慰我说东子都打听过了，顾言他们是去找镇北将军的主力军会合了，镇北将军战无不胜，只要有他在，大家肯定能活着回来。我扶了下头上的银簪子，乐呵呵地说他当然得回来了，他还惦记着我做的豆腐呢。日子如流水般静静流逝，我日复一日地做着豆腐。东子长高了一些，也壮实了不少，眼瞅着到了年关，阿姐给我俩做了新衣服，本盘算着买点肉解解馋，可自打蛮夷入了关，啥东西都比以前贵了不少，也就我的豆腐最实惠。于是我们仨商量来商量去，最终抠抠搜搜地买了些猪下水。横竖也是荤腥，大年30那天格外冷。阿姐剪了窗花，东子打扫了院子，我去给城北的一家人送豆腐，回来时突听得街上有人喊了句镇北军回来了，霎时间整个坊市都乱了起来，小贩们四散避让，头发花白的老妪拄着拐对城门方向翘首以盼，耳听的马蹄声渐近，纷纷殷切地喊起了自家儿子的名字。然而很快声音迅速低了下去，我踮着脚挤过人群，发觉这对镇北军丢盔卸甲，走得稀稀拉拉，大多数人都挂了彩，疲惫不堪，且都是些生
面孔，显然不是顾言所在的那支队伍。这时，一位大娘迎着一面黄鸡兽的小将军问道：“将军啊，你们是从哪儿撤下来的？可小的我儿叫江大，去年当上了都头。”那小将军止住脚步，神情悲戚的年丰了半晌，却只道：“对不住，百姓们惶惶不安，我更是急得乱转，思来想去，跟在他们身后，眼看着他们驻扎在了城中，偷偷拉住一小兵，一边往他手里塞银子，一边问道：大哥，这是咋了？出啥事了？”那小兵没接银子，用脏兮兮的袖子擦着眼泪，哭着说道：“全完了！狗日的皇帝背叛了俺们，他们撑了大半年，撑不住了，将军没了，这北军也没了，全没了。”年关，临到新年是一关，而今年这关，除了在南方纸醉金迷的皇帝，家家户户都没能跨过去。噩耗是瞒不住的，没出3天，满城宿卫哭声震天，我们才知蛮夷放弃了追逐南下的皇帝，提出与我朝分合而治。皇帝默许了蛮夷，转而集中精锐攻打北部，镇北军的主力被蛮夷围剿断了粮，连树根都挖光了。皇帝却置若罔闻，忙着修缮行宫，寻仙问药。老天没有开眼，该死的没死，不该死的轻飘飘的没了，落在史书上不过寥寥几笔。11月初，镇北将军陆庆战死疆场，尸首被蛮夷掳去。顾言他们那支队伍作为最后的援军，被截杀在了半路上，已然全军覆没。乌安镇北军只活了几百人，镇北将军麾下的一名副将带着伤兵们逃出包围，投奔了皇室中唯一还在抵御外敌的印亲王，奉命驻扎在此地。可印亲王麾下只剩了不足2万将士，被蛮夷打得节节败退，纵然抵死相抗，也如以卵击石。福州之外尽是蛮夷的铁骑，他们占据了渡口和要道，我们要被困死在这里了。我紧闭了屋门，坐在炕边，看着染了白霜的窗户，给阿姐喂了口热水喝。阿姐已经病了3天，高热不退，失了魂般哭了醒，醒了哭，攒到现在的精神气全散了。我来不及哭，这些天我趁着城里还没大乱，尽力买了些粮食，又买了纸钱，趁着阿姐昏睡过去，跟东子在院里画了2个圈，给将军和顾言各自烧了一把纸钱。回到屋里时，阿姐醒了，虚弱地唤着我。弯弯，我忙握住她的手，阿姐，我在呢。她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突然抽出手，狠狠给了自己一个嘴巴，哭着说：姐害了你啊！姐不该让你留下，姐害死你了，害死你了！我压住她的手，哄孩子似的搂着她拍拍，不怪你，不怪你，这怎么能怪她呢？在这乱世中，普通人光是活下去就费尽了力气，谁人能未卜先知，还不是走一步看一步。我双手擦着她的眼泪，学着小时她安慰我时的样子，起了娘亲教给我们的小调。9月里树麦黄，家家户户豆花香，10年百蹦子响，盈盈伴无冰上。蛮夷围城后，缺粮成了大问题，福州各地接连爆发了饥荒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蛮夷抢一城屠一城，堆积如山的尸体，散发出的血腥和恶臭飘了百里，引来了瘟疫。率兵撤到这里，邵将军在城中收了些粮，承诺会拼死保护城中百姓。可镇北将军陆庆的死，磨灭了百姓们对朝廷的最后一丝信任，还是有不少人弃城而逃，试图南下投奔亲戚。然而他们刚逃到了河滩，迎接他们的是铺天盖地的箭雨。与我们一街之隔的米铺老板一家最先离开了福州，但最终他家的仅存的小儿子带着一身的箭伤逃了回来。他亲眼目睹了父母和兄长被利箭射成了筛子，他牵着小妹的手，慌不择路地往回跑，被一蛮子纵马追上，长矛一掷，将他那5岁的小妹扎了个洞穿，又高高挑起，柴狗般兴奋地嗷嗷叫着。他装死躲过一劫，爬了许久，遇到了一支民兵，这才得救。可惜他伤得太重了，到底没能活多久，第2天就咽了气。他死后没人为他殓葬，左邻右舍全忙着搜刮他家米，试图找到些许余粮。我家的院墙也被扒了许多次，起先大多数是街上乞儿来偷吃的，我只能狠着些把他们打出去，又跟阿姐把家里所有的刀都磨得锋利，还削了2根木头当枪使。夜里不敢睡，死抱着刀蹲在门口放哨。但很快又有一伙人找上门来，他们一会儿用力地踹院门，一会儿扒着院墙喊：7月来啊，跟小爷们一起玩玩。你姘头死了，不如让小爷们疼疼，小爷不白玩，给你3个铜板够不够？这群王八蛋在将军活着的时候不敢造次，如今将军没了，他们迫不及待地凑了上来，怎么赶都赶不走。破旧的院门被踹得哗啦作响，东子快要抵不住门，急得直哭。我则拿着竹竿用力地敲着扒院墙的。一个扒上墙的扒拉头冲我吐了口浓痰，嘴里满是污言秽语。听说你是7月的妹子，那也是个小婊子，尝过男人的滋味没？来，哥哥手把手教你伺候男人。他骑在墙头做事要跳下来，突然听到身后一道暴喝：老娘跟你们拼了！我那平日里温温和和的阿姐突然举着柴刀飞奔而出，东子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已经踹门出了院子，冲着门口的一个瘦猴当头就是一刀。瘦猴的脑袋顿时跟个被劈开的西瓜似的，噌的窜出血来，顿时惊恐的哀嚎出声，捂着脑袋满地打滚。阿姐追着他们不停地砍，尖声喊着：杀了你们！敢动我妹，杀了你们！我追出门去，眼看着阿姐脚下生风，将4个泼皮直接追得连滚带爬。扒拉头跑得最快，结果因太慌不择路，一脑袋撞上了墙，刚一回头就被阿姐手中的柴刀砍下了一只耳朵来。疯了，他疯了！扒拉头被吓得屎尿齐下，一步一跟头，有小弟们拖着逃出了巷子。月光下，阿姐高高举着刀，浑身颤抖，胸脯剧烈起伏着，用尽全身力气嘶吼了一声。她终于将多年的委屈全部发泄出来，末了瘫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当真如疯了一般。战乱将人逼成了疯子，朝廷又靠不住，家家户户只能紧闭屋门，烧香拜佛，祈求上苍。唯独阿姐的神已死，自此不愿再跪贼老天。那群泼皮被阿姐砍翻后，再也没敢来找麻烦。然而数日后的夜里，东子出屋解手，突然发出了凄厉的叫声，我惊得鞋都没穿就跑了出去，正看见东子抱着
阿姐跪在院子里哀哭。我惶惶不安的刚踏前了一步，阿姐慢慢站起身来，转过头，手中握着正在滴血的剪刀，脚下是一地的头发，而在她的脸上是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划伤，横七竖八的贯穿了整张面颊，血顺着白皙的脖颈淌满了前胸。我怔愣的看着她，双脚犹如千斤重，一点点艰难的走向她。姐姐多疼啊！她就笑了，随手扎了个男子的发髻，说：别怕，姐有数，死不了。别家有男人守家，咱家我是大姐，我来守。阿姐顶着一脸的疤，久违的出了院门，与我去了城郊。永苏城的位置不好，城里已经买不到任何粮食了，城外也没农田，只有一小片林地。我跟阿姐一起奋力的砍树皮、挖树根野菜，跟其他人争食。人在天灾人祸面前，不得不自私。往日里那些个高门大户，此时也放下了体面，指挥仆人来挖野菜，被阿姐眼疾手快抢了先，气得他们破口大骂。阿姐便毫不客气的怼回去，分毫不让。一岁嘴婶子认出了阿姐，张嘴就喷粪。有些人啊，以为从了良、烂了脸就是贞洁烈女了。我呸！被万人骑的下贱玩意儿，怎么没烂死在窑子里？我怒火中烧，一把泥巴糊了她满脸，扯着她的头发，跟她扭打成一团，高声叫骂：欺软怕硬的死老娘们！你们明知道刘阿四拐女子，愣是连报官都不敢，反骂起受苦的女子来了。狗囧的，我撕烂你的嘴！这婶子生的胖大，但饿了这么久，只剩下了虚胖。而我7岁会种地，她哪里是我的对手？她本就稀疏的头发被我薅下来一大缕，我还趁机抓了把牛粪塞她嘴里，量大管饱。阿姐怕出了人命，急忙把我薅了起来。临走前，不忘从那正在干野的碎嘴婶子的篮子里抓了把野菜。我俩这么一闹，再也没人敢翻我家院墙了。一半是怕了，另一半则是饿得实在没力气了。1个月后，城里开始饿死了人，碎嘴婶子成了第一批被饿死的。听街坊说，她的男人和儿子不给她半口粮吃，她只能吃观音土，最后活活胀死了。她的尸体被她男人换给了邻居，邻居则把饿死的女儿给了他们。白雾缭绕，厚重的血腥味夹杂着肉香，飘出了一个又一个院落。小石村里的教书先生用来吓唬我们的故事，一子儿时真切的发生了。又过了一阵，我家的粮食也见了底，我和阿姐还有冬子，每天就喝一顿清如白水的稀粥，喝完了躺在炕上发呆。阿姐吃的最少，已经有些浮肿，说话也有气无力。这样下去，我们迟早也得被饿死。我便想着再去城郊找些吃的，哪怕是树根也好。只是最近城外时常游走着蛮夷的探子，前不久有一家3口，前脚刚出了城，后脚小儿子就被蛮夷砍了脑袋，老两口疯疯癫癫的跑回来，喊着外头都是鬼，阿姐不许我们出城去，生怕有个闪失。可饿到这份上，我也顾不得贵不贵的了。我瞥了一眼正靠着墙壁打盹的阿姐，拉过冬子，小声说：冬子乖，好好看家，姐去搞点吃的。若是大姐醒了，你就说我很快就回来，叫她别着急。冬子饿得脑袋都抬不起来，迷迷糊糊的点点头。二姐，你早点回来。我背着筐，轻手轻脚的出了院子，向城西而去。满城死气沉沉，饿殍满地，只剩下商铺外的幌子被风吹出的哒哒声，不祥的黑鸦在空中盘旋，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臭味。街角有一乞丐已死去多时，双腿被乌鸦啄食，成了森森白骨。我强忍着反胃绕了过去，突然瞧见一高大的男子自一家肉铺里走出，踹了踹地上的尸体，抓起一条腿往铺子拖。我愣了神，冷不丁对上他的视线，他的眸子红彤彤的，凶恶的盯着我时犹似死物，令我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哆嗦。我急忙加快步伐往城外而去，出了城后小心翼翼的左顾右盼了一番，借着树木草丛遮掩身形，生怕撞上蛮夷探子。城郊连树皮都被刨光了，我走了许久，才刨到一点点树根和一小撮野菜，强忍着囫囵塞进嘴里的冲动，步履蹒跚的回了城。哪知等我回到家，正撞见惶惶然跑出院门的阿姐，抓着我的手连声问：喂，你回来了？冬子呢？阿姐一觉醒来，惊觉冬子不见了，院门还从里面锁着，她应是踩着墙边的柴火垛爬出去的。冬子一向很乖，她离开院子时，应是考虑过别让坏人进了家门，才选择爬墙。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离了家呢？我强定心神，跟阿姐分开去找。我怕冬子是看我迟迟未归，出城找我了，往城西跑去，站在街头左顾右盼了一番，突然瞥见一人一晃而过，我3步并作2步抓住他，发觉是之前跟冬子一起要饭的一个小乞丐。我急声问：你看见冬子了没？他眼神躲闪，紧紧捂着怀里的东西。我没看见。我隐隐觉得他在撒谎，一把抢过他掌心里的东西，竟是一块巴掌大小血淋淋的肉，分明是新割下的。这种时候哪来的肉？我暴怒地掐住小乞丐的脖子，吼道：冬子呢？我弟弟呢？他被掐得直翻白眼，艰难地抬起手指了指肉铺方向。我的脑袋轰地炸开，一把推倒小叫花子，拔腿跑向肉铺，拼命砸起门来。开门！里面传出了咕嘟嘟的开水声。我焦急地撞击着木门，见于事无补，又搬来杂物垫在脚下，试图翻进院子。岂料我刚爬上院墙，就被一双壮硕的手臂给抓了下去。我惊慌地挣扎着，却被高高举起，又狠狠摔下，落在地上，三魂七魄都被震得移了位，趴在地上吐出一口血。院中充斥着血腥味，3步外是一口大铜锅，柴火烧得正旺，里面的沸水冒出腾腾的白气。院墙边上挂着2块肉，有胳膊有腿，分明是人的尸体。那屠夫嘀咕着：太瘦了，不好吃。拿了个木棍冲着我的脑袋砸下来，我撑地一滚，木棍落在地上，顿时断作2截，喉咙里的血腥味咳不上来，也咽不下去。我努力站了起来，看着步步紧逼的屠夫，慌张地寻找着趁手的物件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瞥见屋里地上有一双小手，冬子正面朝下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身下是一滩血迹。我顿感气血上涌，在屠夫扑向我的一刹那，向下一躲，一脑袋撞在了他的小腹上，银簪狠狠刺入了他的大腿。屠夫吃痛大吼，一拳砸在我的后颈上，把我打得眼冒金星。我咬牙忍着，一鼓作气顶翻了他。他的身后就是那口大锅，屠夫壮硕的身躯砸翻了锅，开水劈头盖脸地浇了他一身，惨叫声惊天动地。我拔出银簪，照着屠夫的脖颈用力地插了进去，血液
也喷了我一脸。他垂死反抗的伸出双手扼住我的脖颈，我在窒息中一遍遍不停插着，直至插烂了他的脖子。他终于瞪着眼睛倒下，脸被烫得惨不忍睹，嘴里仍在嘟囔，吃吃抽搐了几下，彻底没了气。我站了起来，踉跄地走向屋子，被门槛绊倒在地，扑在了东子面前。东子，我艰难地爬向他，摩挲着他的面颊。东子，姐来了，姐来了。我将他抱了起来，他半睁着眼，微张着嘴，肚子上全是血。我撩起他的衣服一看，他的肚腩上少了一大块肉，血不断往外翻着，像是要吐出里面的内脏。我无措地一遍遍摸着他的小脸，他好像还有呼吸，只是浑身凉得吓人。我抱着他跑出院子，在空荡荡的大街上一边跑一边哭喊着：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弟弟要死了！救命啊！远处的阿姐听见了我的哭声，跌跌撞撞地跑来，看着我俩皆如从血池子里捞出来般，慌到摔了好几回，才手脚并用地抱住我们。这时东子忽然醒了过来，双眼呆滞地看了看我，又看向同样哭成了泪人的阿姐，梦一般喃喃着：姐，好饿，好疼啊！阿姐从我怀里接过东子，抱着他往药铺跑，语无伦次地说：东子，也就你姐能救你。我一瘸一拐的在后头跟着，就听东子小声说着：小三子说他找到了吃的，要分我。他的脑袋在阿姐的臂弯里随着颠簸一颤一颤，视线投向了身后的我。二姐，对不起，我不乖，药铺倒了，可是紧闭着门。我使劲砸着药铺门，然而里面静静悄悄，空无一人。阿姐抱着东子，脱力地坐在台阶上，吻他的额头，捂他冰冷的小手，血液顺着他的衣衫滴滴答答地落了一路。他像是被砸碎的瓷娃娃，双眼一点点失去了光泽，末了嘴里断断续续地喊着：姐啊，姐，娘，东子死了，死时不满10岁。阿姐抱着他的尸体在院里坐了许久，天亮时一头青丝白了一半。最终我俩在院里挖了个小土坑，把东子埋了，立了块木牌，我们忘了问他姓什么，便写了李东子之墓。葬了东子后，我跟阿姐提着刀去找骗他出门的小三子，绕城找了许久，最后在一座破院里无意中发现一群叫花子围着一口锅煮东西吃。我拉着阿姐僵硬地离去，听着身后那令人作呕的咀嚼声，嗅着弥漫了半条街的肉味，忽然分不清脚下是人间还是地狱。转而我又觉得这里确实是人间，因为地狱有酒店阎罗主持公道，可人间没有。永素城里已经不剩下多少活人了，逃出去的被蛮夷杀死，留在这里的被饿死，然后被吃掉。守城军饿死了一部分，伤口恶化又死了一部分，但余下的人仍守在城墙上，眺望着没有光亮的前方。夜里我蜷缩在阿姐的怀里，突然觉得浑身上下都疼，不知被那屠夫打坏了哪里，把喝下去的水全吐了出来。界面昏昏沉沉地说：阿姐，我好难受，你哄哄我。阿姐用温水浸湿着我的嘴唇，摩挲着我的后背，不停念着：婉婉别睡，别离开姐。我不想阿姐哭，可我睁不开眼睛。东子的死就像是根钉子，刺穿了我对人世间的向往。我旺盛的生命力被那锅开水浇灭，仅存的几簇火苗全凭一个念头勉强燃着。要是我也死了，阿姐该多苦啊！我最终被阿姐从阎王爷手里抢了回来，她不知从哪儿掏了一个鸟蛋，生蛋液流入我的咽喉，强调回了我的命，而她自己已经被饿得有进气没出气，虚弱地说：我看见娘亲了，她在怪我，她怪我不干不净的活着，怪我没看好弟弟妹妹。我却再也找不到第二个鸟蛋，哭着说：那定然是孤魂野鬼骗你的，不是真正的娘亲，娘只会问你吃没吃饱，冷不冷，怎会责怪你。阿姐空洞的双眼闪烁了一瞬，摸着我的手，低声问：是不是有人在敲门？我一怔，猛地抬起头来，当真听见了有人叩响了院门。我扑腾着跑了过去，贴着门缝看向外面，竟是2位穿着布甲的士兵，窃窃私语：这家也死了。唉，来晚了，他们身上的布甲跟顾言所穿的一模一样。我顿如见到了亲人般，喊出声来：还活着，我们还活着！燕亲王率兵抢了敌人的粮草，给傅州送来了救命粮，街头支起了大锅，一碗碗稀粥救活了一条条人命。这些个兵又黑又瘦，但健谈得很。说起燕亲王来，毫不吝赞美之词。听说王爷跟咱大将军是好友，连王爷的骑射还是大将军教的。王爷也跟大将军一样对穷人好。王爷说了，赶走了蛮夷，就跟俺们分田地。阿姐端着粥碗在一旁静静地听着，嘴角抿起一抹笑来。我们挨家挨户又分到了一点口粮，不多，但是足以再撑一阵子了。见面恢复了些气力后，阿姐与我坐在东子的土坟旁，借着月色编起了草鞋。不知怎的，突然又说起了镇北将军。我听他们讲啊，将军死时那些蛮夷恨毒了他，割了他的脑袋，可他的身子仍站立不倒。我手一抖，针尖扎破了指肚，偷偷逆向他的侧脸。好在他没有哭，只是温柔地穿针引线，自言自语着：我就说嘛，我男人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说完，他轻轻抚摸着土坟：将军啊，顾着点我家东子，保佑我妹子平平安安的。阿姐已经瘦得脱了相，满脸的疤痕，一头白发宛如耄耋老妪，可她双瞳碱水，在我心上仍是最好看的模样。阿姐把草鞋送给了来送粮的士兵们，他们千恩万谢却舍不得穿，把草鞋穿了根绳挂在脖子上，脚上仍如拉着看不出模样的旧鞋子。有了他们在，城里渐渐恢复了点生气，百姓们开始念叨起战事结束后回乡下种田去，起码饿不死人。我也馋起了豆腐，想着以后我做的豆腐当兵的吃不用给钱，能让他们吃饱饭就好。我们盼着念着，应亲王又派人送来了粮食，大家欢呼雀跃。见将士们忙不过来，张罗着帮忙去搬。我跟阿姐也随众人一并出了城，远远看见一阵尘土飞扬，有马匹迅速逼近。刚要上前，我忽然发觉那群人长得奇怪，定睛一瞧，顿时胆裂魂飞，尖叫出声，是蛮夷。霎时间，百姓们的惊叫声迭起，纷纷向城中跑去。守城军们被杀了个措手不及，拿着长矛短刀慌张迎战，还有在喊关城门，然而已经太晚
晚了。蛮夷的马匹眨眼便到了跟前，密密麻麻的箭雨骇浪般袭来，挡在人群前的几名士兵被射成了筛子。那摇摇欲坠的城门尚未完全被关闭，就被完全撞开。蛮夷来势汹汹，足有数百人。混乱中，有一年幼的孩童不慎跌倒，他的母亲来不及去救，眼睁睁看着马蹄高抬，将他的孩儿踏烂成泥。我死死攥着阿杰的手，身后是摇着马鞭、嗷嗷叫嚷的蛮夷。我也不知该往哪儿跑，只能带着阿杰胡乱躲进了一处院落，插上了院门。门外传来了刀剑交织声，战马嘶鸣，一声声犹如勾魂的厉鬼。我跟阿姐惊魂未定的在院中寻找着可躲避的地方，最终躲进了柜子里。我与阿姐在逼仄的柜子里缩成一团，外面的嘈杂声持续了很久，直至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。我心跳如雷，握着阿姐的手掌，心满是冷汗，侧耳听着屋外的动静。突然听见一道震天响的踹门声，顿时打了哆嗦，跟阿姐抱在了一起。有人进了院子，步伐很重，每走一步都像是跺在了我的心上。我大气不敢喘，闭上眼睛祈祷着：娘亲顾言，将军谁都好，救救我们。那人进了屋，粗鲁的翻箱倒柜了一番，突然又没了动静。我捂着嘴，迟疑的看向露了柜子缝隙，正对上一张狰狞的笑脸。咕咚一声，柜门被拉开，我跟阿姐如一对小鸡仔被扯了出来。这蛮夷男子生得短胖，一脸横肉，揪着我的头发哈哈大笑，用蹩脚的中原人嚷道：女人！我用力的踢打着他，刚举起簪子要刺，却被一拳打在了肚子上，力道之狠，仿佛一块巨石砸穿了我的五脏六腑。我顿时彻底瘫软，跟阿姐一起被拖到了街上。这里聚集着全城的百姓，皆被撵至一处，跪在地上瑟瑟发抖。阿姐无助的搂着我，看着那群蛮夷将俘获的守城军一一拎了过来，用马鞭抽得半死不活，将他们捆成一排按在地上。而这群士兵中有一位是先前给我们送粮食的小兵，他胳膊断了一条，仍抬起头狠狠咒骂着。蛮夷人举起长刀，砍西瓜似的砍下了他的脑袋，头颅滚落在地，双眼圆瞪，嘴巴大张着，发出了无声的呐喊。紧接着一个又一个的士兵倒在了屠刀下，蛮夷们仍觉不过瘾，纵马不停踩踏他们的尸首，踏得不成样子。我咳了许久，终于喘出一口气。阿姐不停顺着我的后背把我往怀里按，惶恐到仿佛想将我藏进她的肚子里。蛮夷手里的长刀染满了血，周遭满是百姓们绝望的哭声。岂料就在这时，一道突兀的声音自人群后响起：别杀我，别杀我，我是翠红楼的老鸨，我给你们送女人。说着，那老妇连滚带爬的来到了人群前，跪在地上谄媚的对蛮夷将领们磕头作揖。我知道最漂亮的姑娘藏在哪儿了，她叫林云烟，而且是镇北将军陆庆的女人。世人皆知，蛮夷们恨毒了镇北将军悬在老鸨脖子上的刀，果真慢慢放下了。他的女人。一蛮夷将领饶有兴趣的扫视一周，谁？那老鸨欣喜的回过身来，手指在人群中扫来扫去，然后僵住。他认不出阿姐了。蛮夷将领恼了，随手抓出一样貌姣好的姑娘，质问老鸨。那姑娘惊恐的拼命挣扎着：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老鸨慌张的摆了摆手，刚要解释，见蛮夷举着刀围了上来，突然改口道：对对，是他，是他。撕拉一声，蛮夷将领撕坏了姑娘的衣衫，在姑娘凄厉的尖尖声中发出阵阵淫笑。姑娘的母亲哭嚎着求情，被一脚踹飞，捂着胸口痛苦的翻滚着。一蛮夷士兵慢悠悠的走过去，对着那母亲举起了刀。阿姐又望了我一眼，终扒开了我的手，腾然站起。我是林云烟。蛮夷们停下动作，狐疑的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嗤笑道：你这么丑。他理了理头发，傲然昂起头来：对，就是我。老鸨愕然的望着他，从头到脚看了4、5遍，突然双眼一亮，击掌喊道：对对对，我刚才认错了，这个才是林云烟。他毁了样貌，但是这双眼睛我认的，绝对是他。蛮夷们将信将疑的啧了一声，提着刀向阿姐走来。我撑着站起，在那长刀指向阿姐的一刹，大声喊道：我才是林云烟。说着，我用力推倒阿姐，蹭了蹭脸上的灰土，拿着顾言送我的银簪挽起了发髻。蛮夷们打量了我几眼，顿时哈哈大笑起来，揪着我的衣领把我扔到空地上。阿姐急疯了，想跑过来，却被按在了地上，只能垂地嘶吼着：我是林云烟，我才是。蛮夷将领大力的捏着我的下巴，玩味的上下看了看，问我：你是陆庆的女人？我不知怎的突然不怕了，迎着蛮夷将领冷笑道：对，是我，而且我知道将军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藏了起来。蛮夷将领不假思索的追问道：什么东西？我压低声音小声说：是虎符，你把它们放了，我带你去找。我书读的不多，能编出来的跟将军有关的东西只有这个，不管蛮夷们信不信，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，让大家伙多活一炷香的时辰也是赚了。然而蛮夷将领不屑的笑了笑，咧出一嘴黄牙，一拳打在了我的鼻梁上。你当老子是傻子吗？我应声倒地，任劈头盖脸的马鞭抽得我皮开肉绽，我已经没力气反抗了，鼻血淅淅沥沥的淌了满脸，眼前模糊一片，甚至感觉不到疼。我望着哭喊着抓挠地面的阿姐，愣愣的想，我跟阿姐终是要死了。明明我们已经很努力的想过好一生，到头来还是如猪狗般任人宰割，真不甘心。蛮夷将领打了许久，见我没了半点动静，踹了踹我的脑袋。这时他的手下突然跑来，叽里咕噜的说了一通。蛮夷将领神色大变，猛地揪起我扔上马背，一举长刀纵马飞驰。我跟个面口袋似的，面朝下在马背上颠簸着，余光瞥向身后，发觉这群蛮夷正在奔赴城门方向，顿时生出了些许求生的欲望。是不是援军来了？这一回我终于赌对了。蛮夷们刚跑出没多久，远方的山坡上骤然响起了阵阵喊杀声，气壮山河，灼灼烈阳下，数不清的民兵身着布衣，踏着草鞋如潮水般涌来。蛮夷将领慌忙勒马，举着刀，大声嚷嚷着迎战。然而他的手下们还没来得及弯弓搭箭，民兵们掷出木质的长矛，将他们射落马背，锄头斧头毫不客气的一通招呼。这群人连布甲都没有，却根本不怕死，前赴后继的用血肉
之躯，迎着刀刃与马蹄厮杀。没多时，蛮夷们就落了下风。蛮夷将领不敢置信地举着长刀转了半圈，狠狠一挥马鞭，吼着手下撤退。民兵们穷追不舍，仗着对地形的熟悉，抄近路围追堵截，眼看着就要缩成包围圈。蛮夷将领慌忙把我提了起来，吼道：“这是陆庆的女人，再靠近我就杀了她。”那群民兵明显的怔愣了一瞬，不慎留了个口子，把她放了出去。我心急如焚，趴在马背上奋力地喊：“杀贼！杀贼！”蛮夷将领勃然大怒，用力击打着我的后背，试图让我闭嘴。我的嗓子哑得不成调，仍拼了命地喊：“杀！杀！杀！”这时我的发髻被颠散了，发簪顺着耳廓滑落，我眼疾手快地接住发簪，猛地扎入了马的肚子。这马虽然包着战甲，但终归有缝隙。剧痛之下，抬起前蹄，原地打转。蛮夷将领与我一并被甩下马背，尘土四溅。我啃了一嘴的草，拼了命地爬动起来。马蹄纷乱，溅石满地。我的双腿没有知觉，前方一片虚影，像是一脚跨入了阴曹地府。可我还想活。蛮夷将领气急败坏，饿狼般地抓住了我的头发，刀刃的寒光照在我的眼上，令我不由自主地眯了眯眼，模模糊糊地看见远处跑来一道熟悉的身影，抡圆胳膊，掷出一块硕大的石头，不偏不倚，正中蛮夷将领的眼睛。长刀贴着我的脑袋落在地上，一位位民兵飞身而来，将那蛮夷将领压得动弹不得。我头拱地，又光涌了一阵，终于落入了阿姐的怀抱。汪汪汪！她嚎啕大哭着，眼泪打湿了我的侧脸。我枕着她的肩膀，心脏悠悠地归了位。走马灯般，不合时宜地想起了一些往事。夏日村庄小河，我和阿姐在田埂间追逐，听着一声声梆子响，去村口迎推着小车回来的娘亲。我笨手笨脚，踩着青苔险些落了水。阿姐一把将我捞入怀中，与我滚落泥坑，一头一脸的泥巴，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。阿姐啊，这一次你又从刀光剑影里拾回了我。我阿姐果真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女子。我睡了一个长觉，长得好心的民兵们合伙给我置办了口棺材。阿姐守着我不让埋，一遍遍给我擦手擦脸，往嘴里灌药汤，絮絮叨叨地说着话。婉婉，你没了，姐也活不了，咱们就白费了这么大劲挺到现在。婉婉，应亲王确实挺厉害的，跟咱将军有一拼，打得蛮夷退出富州了。我半梦半醒，依稀能听见他说话，却怎么都醒不过来，嗓子眼里憋着一口气，呼不出来，咽不下去，直到听见他冷不丁说了句：“婉婉，你要是走了，娘亲的豆腐就失传了，姐做不出那个味。”我当即把这口气给提了回来。我清醒过来后，发现自己正躺在兵营里，给我诊脉的一老郎中与我瞅了个对眼，顿时夸张的一缩脖子，嚯，诈尸来！阿姐抱着我的脑袋瓜子，又哭又笑。我的四肢没有知觉，全身上下就剩一对眼珠子能动弹，努力的撅起嘴亲了亲他。我从他和老郎中口中得知，燕亲王正乘胜追击，撵着蛮夷的尾巴咬他，集结了10几万的民兵，靠着布衣草鞋，愣是从喝酒吃肉的蛮夷手里抢回了7、8座城池。而我跟阿姐住在兵营，也是燕亲王安排的。作为大将军的家眷，他怕敌人再拿我们当人质。此外，南边的皇帝终于坐不住了，他原先是想借机除掉燕亲王，结果没想到燕亲王这么能打，为了屁股下的龙椅，皇帝爷终于捏着鼻子派兵支援了，企图挽回民心。我心情大好，跟嗷嗷待哺的雏鸟似的，张大了嘴，然后被阿姐的满满一勺子米糊噎得翻了白眼。阿姐任劳任怨的再一次奶大了我，伺候我1日3餐，为我擦拭身体。所有人都以为我瘫了，在我面前心照不宣的不敢提跑跳等字眼，可我没有。娘亲把我生得很结实，我跟块面团似的，摔摔打打后只是稍微变了点形，稍一静置就快乐的发大了一圈，变得更加坚韧。我躺过了一整个冬天，在初春之际，如蹒跚学步的婴孩般摇摇晃晃的踏出了兵营。阿姐喜极而泣，大声感激娘亲和将军显灵，见老郎中路过，又冲他砰砰磕响头。我则抬起头看向明晃晃的日头，正巧瞧见一行大雁掠过白云，恍若隔世。这一仗打了3年，我跟阿姐也在兵里待了3年，帮忙做些杂活，跟着转移来转移去。战争结束的那天，挺猝不及防的，我正抱着木盆，一瘸一拐的去晾衣服，一名小将军突然纵马跑入营地，高声喊着：“蛮夷退了，与我朝议和了！”欢呼声直冲云霄，将士们从4面8方涌来。我呆站在原地，看着他们嘶喊，翻跟头在地上打滚，抛举着小将军，把脚上的草鞋扔上了天。3年我们失去了太多，死去的数万百姓不会回来，可活着的人总得朝前看。南迁的皇帝偷偷摸摸的回了京都，燕亲王也选择班师回朝，并承诺会给民兵们发银子和农田。我和阿姐正商议着该何去何从，燕亲王突然派了心腹来，一脸沉重的沉声说：“2位姑娘，陛下有旨，要你们随王爷一并入宫觐见。”这道莫名其妙的圣旨令我俩惴惴不安了。许久，燕亲王派了丫鬟和随从伺候我们，将我们一路护送到了京城，却始终不提陛下究竟为什么要见我们。我俩就这么揣着一肚子的疑问，带着上坟般凝重的心情踏入了皇宫。燕亲王正在宫门外等我们，他生得面白无须，但一双鹰视的眸子不怒自威，吓得我跟阿姐不敢上前。是他敬重地冲我们拱了拱手：“2位姑娘莫怕，到了陛下面前，陛下问什么你们便答时，本王保你们安然无虞。”我的腿肚子都快拧成了麻花，心想你说的倒是轻巧，那可是陛下，书上说了，陛下是老天爷派来管理人间的，手握生杀大权。我若说错了话，本就稀薄的9族可要谈笑间灰飞烟灭了。入了宫门，我跟阿姐连头都不敢抬，更遑论品鉴。这美轮美奂的雕栏玉砌化作燕亲王的2截尾巴，一前一后入了大殿。刚一入大殿，一老太监尖细的嗓音飞了出来：“大胆见着陛下还不跪下！”我一激灵，咕咚跪了下来。刚康复的腿钻心的疼，阿姐跪得更快，偷偷握住了我的一只手。余光里，燕亲王正负手站在右前方，既没有下跪，也没有行礼，冷冰冰地说：“臣参见陛下。”正前方的高座上，顿时传来一道不悦的低哼：“皇叔一路辛苦。”皇帝的声音有点像公鸭嗓，着实不算好听。我正在心里猜着95之尊到底生了副什么模样，他突然拔高声音问道：“
你们谁是镇北将军属下的青楼头牌啊？我一僵，从他的语气中分明听出了尖酸刻刻。阿姐缓缓抬起身子来，畏惧地回答道：启禀陛下，是民女。皇帝饶有兴趣地说：哦，那你抬起头来，让朕看看是怎样的天仙。阿姐的身子细微地颤抖着，慢慢抬起了头。皇帝一怔，继而发出一道短促的惊呼，而他的妃子更是夸张地嗔怒道：吓死我了！你这副尊容怎可能是青楼头牌？你要欺君吗？阿姐慌忙低下头，整个身子惶恐地贴在地上。陛下恕罪，陛下明鉴。我见势不妙，当即解释道：我阿姐她是不愿受人侮辱，才花了礼。大胆！那老太监又蹦了出来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张嘴！燕亲王踏前一步，对着陛下沉声道：陛下没必要为难两名弱女子吧？气氛霎时剑拔弩张，我跟阿姐身不由己的置身于天界的争斗中，只剩了冷汗淋漓。良久，高位上的皇帝终于嗤笑一声：朕的爱妃心直口快，皇叔何必较真？说着他清了清嗓子，又问道：朕听闻镇北将军不近女色，此女竟能成了大将军的外室，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。也不知他最后是不是败在了这美人身上。话说到这份上，我就是生了个猪脑子，也猜出他的用意了。将军死了，但他在百姓心里仍站着这位高高在上的君王，活着可还不如死了，所以他怕了，迫不及待的要往将军身上泼污水。阿姐也琢磨了过来，一字一顿的回答道：启禀陛下，将军他没碰过民女，民女与他清清白白，不是他的外室。皇帝噎住，语气骤然加重：哦，那他属你做什么？阿姐不卑不亢地说：因为民女也是本朝的子民。皇帝哑口无言，那双绣着金边的靴子懊恼地跺了一下，又将矛头转向了我：你是他的妹妹。抬头，我昂起头来望着他，或许是眼神太过坦荡，令他微微一怔，转而他又变了副态度，阴阳怪气地笑道：虽粗野，倒是个美人胚子。朕听皇叔说你在此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他瞥向一侧的燕亲王，到底还算良家女，不如赏给皇叔做个妾室。燕亲王的额头上顿时青筋暴起，我嘴角一抽，赶在他发怒前高声回答：陛下明鉴，民女有夫君，民女要为他守节。此言一出，大殿上落针可闻。皇帝咬牙切齿地追问道：好啊好，那朕该赏你点什么呢？我磕了个五体投地，难掩期待地说：陛下开恩，求您赏民女银子吧，民女想回家做豆腐。皇帝真的赏了我银子以及一座贞节牌坊。我跟阿姐出了宫门，坐上马车，阿姐捂着嘴哭了一路，低声咒骂着：太欺负人了，我真你奶奶个腿的节！你这个挨天谴的狗草的昏君！我却觉得此事甚好，我有钱我守寡，有个皇帝赐的牌坊镇着，10里8乡的混混也不敢造次。于是我开始数银子。阿姐你说这点钱够不够开豆腐房啊？皇帝抠门的嘞！姐顿时哭得更厉害了。结果刚出了城，马车突然被拦了下来，阿姐慌忙收了哭声，抹了2把脸，紧张地听着外头的动静。须臾随从挑开车帘，低声说：李姑娘是镇北将军府的，老夫人想见你。老夫人将军的母亲。阿姐无措地攥着手，犹豫再三后，到底还是下了马车。我没跟下去，将帘子掀开一道缝，屏息凝神地听着他们2人对话。阿姐紧张到说话磕磕巴巴：见过老夫人。老夫人生得和善，噙着笑问道：你就是淑云啊？阿姐下意识地解释道：夫人，我跟将军没有，我都知道。老夫人打断了她，主动握住了她的手。庆哥在信里写了，他说他遇见了命苦但心善的好姑娘，他想把你带回家。好孩子对不住庆哥，他失言了。阿姐顿时红了眼眶，死死咬着嘴唇，才没哭出声来。老夫人抹了抹眼角，小心翼翼地问：孩子，你可有去处？要不要跟我回常州？阿姐迟疑地摇摇头，轻声说：不了，老夫人，我有我妹在呢，该回家了。老夫人叹了一声，掏出银票塞进阿姐的手里，哽咽着说：拿着，不要推辞，孩子好好的，好好的，不用给庆哥守着，你好好的，他泉下有知也安心。而后老夫人在丫鬟的搀扶下慢慢转过身，她的背脊已不再挺拔，裹着一身的沧桑，上了马车离去。我们望了许久，直至老夫人的马车消失在街口。阿姐步伐飘忽地回到马车上，将那银票攥出了褶皱。马车缓缓启程，载着我们出了城门，离开京城的一刹，阿姐终于激动地放声痛哭。他认我婉婉，他认我将军，他认我阿姐终于确认了。将军当真想把她带回家，只是他认他不敢认。我将阿姐拥入怀中，小声耳语道：别急，快了，我们很快就会与老夫人重逢的。我跟阿姐最终决定回福州，这里有我们的弟弟，他还小见不到姐姐们会哭，而娘亲的坟我们打算迁过来，打口棺材，重新将她入葬。娘亲本就不喜欢那个充斥着苦难过往的家乡，不如与我们团聚。贞节牌坊紧随其后，咔嚓立在了大街上，惹得阿姐每天都要去啐一口。我靠着皇帝给的那点银子开了个豆腐坊，这里有太多的孤儿乞儿、误入风尘的女子以及缺胳膊断腿的老兵，我要让他们也好好活下去。我这豆腐坊挣的不多，好在他们图的也不多，无非就是3餐温饱，有件蔽体的衣衫，有个挡风的住所罢了。我依旧一块块豆腐的卖，一枚枚铜板的攒，盖起了善堂，支起了粥棚。翠红楼被民兵们烧了，保姆被乱棍打死了，受苦的姑娘们有的回了家，有的则留了下来，跟我一起卖豆腐。不，我和一群草民如草芥如猪狗，最终又如书麦般倔强的活着，结出不起眼的果实，哺育了一方水土，又最终迎来了丰收的幸福。没多久，京都传来喜讯，燕亲王逼宫成功，摘了那倒霉皇帝的脑袋，登基为帝。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兑现了分钱分田地的承诺，把一群贪官污吏抄了家，搜刮出了金山银山，分给穷人们。跟阿姐领了一大片地，快把我乐疯了。只可惜我腿脚不便，不然定要把锄头抡冒烟。到了冬天，我更易困乏曾经文静的阿姐，活成了我的模样，上街吆喝着卖豆腐，梆子敲得咚咚响。我则在家纺布，不时逗逗黎奴，在院里的土坟旁撒下一圈花子，
将军的尸骸被送了回来，葬入祖地。年关时，我和阿姐带着礼物去常州拜访了老夫人。阿姐终于能正大光明的踏进将军府，给老夫奉茶，恭恭敬敬的喊一声母亲，前去祭拜了将军。老夫人押着我们一起过了个年，吃的我俩胖了3、4斤，风依依不舍的送出门去，将大包小裹堆满了马车。马车被压得走不快，回到永苏城后，我刚下马车伸了个腰，就听前头叮咣一顿砸，定睛一看，原是一群兵把贞节牌坊给砸了。为首的一名少将军带着红色的盔缨，扎眼得很，站上高台朗声道：“陛下有旨，从今天起，拆除所有贞节牌坊，关闭所有秦楼楚馆，凡掠诱掠卖者，一律问斩。”那少将军瞎了只眼睛，可余下的右眼仍是炯炯有神，穿透人群，直挺挺的向我射来。恰有风起，追得盔缨猎猎飘扬。他忽然孩子气的笑了，又恢复了往昔那傻里傻气的模样，大声问我有豆腐没。我敛了下衣衫，把泪珠子憋了回去，牵着还在发呆的阿姐往家走，说了句：“有，回家。”